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陈婉慧委员、侯汉廷议员、尹乃菁小姐、杨永明前副秘书长、林佩祥委员、王玉明委员。好，那么以色列承认曾经计划刺杀哈米尼，伊朗最高领袖，但没有获得机会。这跟那个川普乱讲说，我们都已经知道他在哪里，我们在床上可以把他杀掉，我们现在是没把他杀掉而已。川普吹牛了其实以色列讲嘛，没有获得机会，要是想杀他的那是不是要美国批准？以色列国防部长说，我杀他干嘛要美国批准？也不需要美国，也不需要川普的核准了，杀就把他杀了，杀完了川普能讲什么？那另外呢，这个川普出席北约峰会再提。说美军在卡达的基地被袭呢，是伊朗经过我批准才动手，乱讲一通。伊朗需要经过他批准吗？伊朗只是先透露消息，他们知道防范一下。伊朗也不想跟美国打仗嘛，对不对？一打一个以色列已经打得很辛苦，还跟美国打仗，不可能双面作战。就是我一定要报复，一定要动作，但是呢，也不会这个伤你太多，你赶快躲吧那其实呢，美国之前说这个2天要打，周末之前要打，后来又说2个礼拜再打虽然周末打了，但是如果你是伊朗，你不会准备你让他不管2天或2个礼拜也好，你这核浓缩铀就摆那边给他炸。好，那么哈米尼又呛川普，反正现在大家就呛来呛去，反正完了嘛如果美国来侵犯，敌人的代价必将非常高昂，美国不要重蹈覆辙，你不要再来了，一次就够了再来那另外呢，这个最惨了，伊朗哈米尼最高领袖说核设施没有重大损害，所以到底有没有损害？之前说有，说没有，那川普当然说有，像 CNN 记者、纽约时报记者说没有，都被他骂，说他骂那另外呢，这个以色列说有，但是呢，美国的国防情报局、国防部的情报单位说没有，但是 CIA 说有，所以这就搞到。那伊朗开始说有，那现在又说没有，到底有没有还是扑朔迷离为了巩固国内的士气，可以说没有损害；为了欺骗美国，可以说有损害然后呢，你不要再来炸了，我慢慢发展吧那另外呢，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是停火以后第一次出现的他说没有受到损害，川普是零成果说美国总统用夸大其词的言论隐瞒真相，哇！这一下打脸川普，看川普要怎么讲川普一定要把他骂回去，他说乱讲那到底那没有的话呢？浓缩铀去哪里了？60%90%可以做核弹了，60%浓缩铀去哪里？那欧洲情报也认为说大概都还好。那美国国防部长就含糊其辞不，美国国防部长反正一向这个讲话都很奇怪的说那个什么2战的时候，美军跟日本是站在一起的，美军跟日本是敌对方，美国是东京大轰炸，头车长岛长崎广岛2个原子弹的，怎么会站在一起作战呢好不好？这是不要讲些什么那好吧，我们看一下美国国防部最新记者会首次公开一段打击掩体破坏者的测试画面，只见影片中的炸弹准确击中地下隧道，而这正是美军在攻击伊朗核设施时所使用的主角。Anyone with, two eyes, some ears, and a brain can recognize that kind of firepower with that specificity at that location and others is going to have a devastating effect. 自川普宣布美军成功打击伊朗核设施以来，不少人就质疑伊朗可能早在空袭前就已经转移浓缩铀。赫格塞斯更为此直接杠上媒体，批评他们刻意扭曲总统言论。不过，美军退将却认为想转移浓缩铀其实不难。而神隐多日的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终于出面强硬反击川普的无条件投降。صورت بگیره هزینه دشمن هزینه متعرض قطعا بالایی خواهد بود 同时，伊朗外交部长继续加码打脸川普。尽管美伊之间紧张局势未解，德黑兰街头看起来车辆变多，居民忙着修复遭空袭波及的房屋，逐渐恢复正常生活。果然，就我刚刚讲的，白宫说，哈米是为了保持面子，为了保持面子，我们把它炸得一塌糊涂了
那白宫呢说哈，你们都说我们没炸好 ，FBI 正在调查谁泄密的。哦，美国国防部长说呢，因为媒体因为反川普才会怀疑，有什么好怀疑的？炸光光了哈。那赵光要查什么泄密呢？有泄密表示是真的，还要去查嘛？不是很奇怪吗？还有没想到底怎么回事？我第一个可以确认，美国是白忙立场，打了一个寂寞，因为美国自己的情报资讯、欧洲的情报资讯，以及我们看到在他轰炸的前2天，从福尔多就陆续几十辆的大的卡车就往四方去运送，他大概就是本来不是说要2个礼拜吗？为什么2天？因为就是看到了这些相关的物资，可能那个408公斤的60%浓缩铀235，或者是其他的设施开始在往外送，所以他才提早要去打。那现在也确定，他其实没有真的打到任何就是说关键的部分。他不是也去打了吗？还17、18个钟头来回 B2， 18个钟头啊，飞过去啊，对啊，那也去打了。那问题现在他那个到底能够钻多深？他花岗岩哦。对，然后呢，还不断做很多层的这个混凝土，所以他们说最深可以到60了，不像是他们当初预期的可以到80、90。他现在在8、90嘛？他现在在8、90哈，那到底多深我们不知道，只有国际原子能总署说是非常深。那所以光是福尔多本身是不是真的就炸掉？那这是问号。那之前都移开，那现在得了这个确认，你是这个打个寂寞。那至于说他这些国防部长啊，还是 FBI， 你都可以想象的。当然，川普怎么讲，他们就怎么讲，一个口径的。那第二个就是，可以确认的是，当这个哈梅尼出来的话，就表示他政权稳定。那不是说要去政权更替吗？我告诉你，我现在还健在的，还掌控的，而且我还可以讲硬话，就表示说现在政权稳定。杂质都被去掉了。然后呢，而且他内部杀了700多个人，当初在帮助摩萨德的这些人呢，就抓那么多人，抓那么多人，对，而且还处决了。然后内部本来有所谓的世俗派啊、改革派、温和派的不同的声音，现在我觉得在被美国打了之后啊，这个声音其实都被压下去。那当然，第三点就是以色列跟伊朗之间呢，你这个所谓的停火一定是非常脆弱，那也不一定会直接在交换飞弹了哈，他也许就真的在透过胡塞组织啊或其他，我觉得其实都有可能。摩塞德的地下工作一定就更加的困难。那还有一点，他的讲话，哈梅尼的讲话就很确认，他会再重启核计划，而现在他已经不太信任那个国际原子能总署了。也不会再去跟美国谈判了。他已经说不参加了，他甚至去查了。我觉得他干脆可以跟川普要求，你要把那些经济制裁拿掉。为什么拿掉？你不是说把我的核设施都抹去了吗？我都抹去了，你还有什么好制裁的？对不对？但是他自己现在出来这个招认，没有抹去，所以呢，这个也不会再恢复所谓的美国伊朗的核谈判，因为他已经不信任跟美国之间的外交，至少在川普任内。在之前呢，他谈了五轮，在川普的就是3月、4月到5月的时候谈了5轮。我看到的是最后那一轮基本上都已经达成一定的协议了。为什么川普退出了？不是川普退出，是内塔尼亚胡不接受。对，以色列内塔尼亚胡不愿意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所以他永远就听以色列的了嘛。对，那以色列已经打下去，那川普第一个就是川普大概被以色列说服，说他这个核计划其实。他是表面上给你协议，但他骗你的，这是有可能。第二个就是以色列打下去之后，1个礼拜就会以色列遭受到蛮严重的飞弹的攻击。那飞弹战可以重创以色列，这个我们台湾一定要警惕啊！而且这次到最后，他的长程飞的1000多公里飞的都出来了，是啊，冲长程了。那我们知道那个铁穹只能打那个火箭炮，对于这个弹道飞弹是没有用的，侦测不到。因为铁穹是针对5公里到40公里高的，这个范围，那40公里以外它侦测不到，所以当你进来的时候，那个下撞的速度是让你就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那你看到在海法港的炼油厂到特拉维夫，以色列国会后来在1个礼拜之后通过这个立即的法案呢，说不可以再拍摄飞弹来袭跟拦截飞弹的画面。半岛电视台都被禁止了嘛？对，在以色列，因为 TikTok 上面到处都是，因为以色列有很多外国人，也有以色列里面也有这种阿拉伯裔，大概有20%，他们都会拍这些东西嘛。所以我觉得现在伊朗开始在走大国外交。你看，
他已经派了就是外交部长去了莫斯科，国防部长到大陆，国防部长到青岛去参加上合会，那我想他这2天可能还在就是大陆，那因此这个时候大国外交就透过是不是在中东又有怎么样的一个互动那种针对就很难讲了。那来金怎么看？对，刚才这个延续杨老师的话啊，就是伊朗的确现在就在展开这个部署，然后呢，伊朗的国防部长呢到中国呢，就是希望中国呢要主持公道。好，就是要维护这个国际正义。我觉得伊朗到目前为止，他们采取的策略都是对的。哈，就说就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何梅尼来讲的话，他当然要这样子精神喊话啊。他的政权在被以色列攻击之前，在美国呢去轰炸伊朗之前的时候，其实伊朗的内部还是有一股的力量，还是有一股的力量，对于神权统治是表示有不满的意见的啊。可是因为呢遭遇到这次那么重大的攻击，所以大家都团结起来，就支持哈梅尼哈。那重点在于是说，川普就是爱炫耀嘛，你就是一直不断的讲，就是说，哎呀，我们非常的成功了。你如果不是因为我制止的话呢，你早就被我斩首了哈。好，或者是说，以色列你就会来斩首你了。还有就是川普呢，很糟糕的是，他在去参加北约的这个过程之中呢，他还是一直不断的在讲，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在评估有关于轰炸这个核设施的这个损失的一个程度嘛哈。如果说这个伊朗呢胆敢在发展的话，我们不排除再次的去轰炸它。而且他还说什么啊？伊朗要来攻击美军基地之前的时候，我们很感谢伊朗啊，事前通知我们啊哈。说他在外面宣扬的这些东西，就是要把伊朗呢打成是一个弱鸡哈，打成不堪一击。那所以那个哈米尼哦，他今天的这个曝光。他也只是露出了这个影像带，没有人知道他人在什么地方，他可能还是躲在这个掩体里面哈。那他这样子的出来的呼喊，对于伊朗的民众非常的重要，对于美国呢也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在于是说，伊朗没有败，然后呢，你美国呢想要试图斩首我呢，你做不到，以色列呢也做不到。那可是他的外交部长呢，就在外面宣称，就是我们的确遭遇到很大的损失啦，等等之类，所以他们要从外部的东西来去包围，希望呢能够争取伊朗重建的时间。而且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要重新回到伊核协议的谈判里面啊，那就表示说，对于伊朗的这个制裁还是在的。好，那这样子对于伊朗的发展来讲，的确是遭遇到很大的困难啦。不，川普现在看得出来，不管他在干嘛，他的个性都是快速出击，然后退缩，然后撤退。所以呢，刚刚说他炫耀等等，对伊朗来讲就6个字：不炫耀勿宁死。什么事情一定要炫耀，现在再回来。好，那么川普说，美国跟中国已经达成贸易协议了，我们可以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那所以呢，对等关税就有可能又说了，可能会延期，而且每次都延90天，延90天哈。那所以呢，哇，消息一出来这个大家都很振奋，白宫澄清说我们只达到框架协议了，这肉还没有了，只有骨干而已了哈。那另外呢，会不会延期嘛？大家关心这个嘛？白宫发言人说，7月关税期限不重要啦。这期限哪有重要？期限随时，期限人定了，期限谁可以打破啊？对不对？打破有什么了不起呢？那欧盟的这个范德兰也说欧盟在为美国谈判，如果破裂，在做准备，就是不知道成不成啊？那你总要做最坏的打算，你不能往好的地方去想啊。那日本很乐观。日经指数今天重登4万点，因为呢关税可能延后，因为日本跟美国一直没谈出来，主要在汽车汽车、钢铁，尤其汽车，因为日本外销汽车很多嘛那另外呢，这个美国本来有一个报复税，什么叫报复税？就是因为这个基本上说
全世界他们当时 OECD 曾定说，你不管在哪里赚钱都要抽15%的基本税。美国就很生气，为什么要抽我们公司15%的税，报复你20%的税？但是呢，现在把它移掉了，就是他大而美的法案的899条款，现在把它移掉了。好，否则你报复我，报复你很惨了。好，所以川普又撤退了哈。那人民币大陆央行行长说已经成为全球第2大贸易融资货币，主要因为大家不太相信美元了嘛。哦，所以呢，不相信美国，不相信美债，不相信美金，哦，所以呢，人民币慢慢就起来。但是呢，这个还差蛮大的，其实它比例还是低了。但是慢慢，以前就独尊美元了，哦，现在慢慢呢，这个除了欧元啊，这个瑞士法郎啊，日币啊，人民币也慢慢起来了哈。那另外呢，美国媒体说他们的晶片管制不让这个辉达的 H20晶片呢到大陆去。有抑制 DeepSeek 的发展，我们达到抑制的目的。我们看一下。We just signed with China yesterday, right? Some were just going to send them a letter,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going to pay 25, 35, 45%. 川普设立的7月9号关税大限即将到来，继英国之后，也和中国签署贸易协议，下一顺位可能就是印度。We have one coming up, maybe with India, very big one, where we're going to open up India. 没想到关税政策有出现法夹弯。李维特说，7月9号不是关键，因为川普可以延后这个期限，或者直接对这些国家提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关税税率。白宫暗示对等关税暂缓期可能延长，这都取决于川普。消息一出，美股在科技股领涨下收红，道琼上冲超过400点，标普和纳指上涨近1个百分点，收盘指数都接近历史新高。En aucun cas, nous n'accepterons une situation durable où nous serions taxés et où, en quelque sorte, nous ne changerions pas notre position en la matière. Et donc, je soutiens le travail qui a été fait par la Commission. 7月9号也是川普对欧盟课征50%商品关税的日子。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欧盟考虑对美国让步，以尽快达成协议，包括降低美国进口商品关税、降低非关税壁垒、增加对美国商品采购，或和美方合作解决对中国经济问题。来，佩祥。我们刚刚在聊说，川普可能是史上这个最刺激的美国总统，但是我确认是川普应该是史上最准的，也或许史上影响力最强的股市名嘴。因为基本上来讲，他每一次的动作他都会先预告，预告之后，在内部来讲，他都很容易让整个股市因为他的一句话所震荡。所以如果说川普未来那个结束之后，如果说有这个股市名嘴排行榜的话，他应该是史上第一。他家族也赚了很多钱了，所以他只是那个名嘴只跟他自己的朋友讲，但所以他这个是个那个 circle of friends 这个朋友圈非常的小。那另外一方面来讲，既然川普可是在国际事务上面来讲的时候，川普一向都是把话先讲在前面，不见得能做得到，或把话先讲在前面，所以说他是一个先声夺人的人。但是先声之后能不能说到做到，这就不一定，因为这要看很多其他不同客观因素，像是说他对大陆一时之间又说我们要强力的去制裁他，我们对大陆要征125%的关税，现在忽然说啊，大陆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跟大陆好好交往，我们很快就要达成协议，话都他在讲的。但是他对上中国大陆这个相对等同等的对手的时候，他的这些话术不见得成功。大陆对于美国在这次的关税战里面，他们是有攻有守，是有自己的步调，一步一步的再去进行的。我认为是说，他们其实的准备这个2025年的川普已经准备了好久了。从2020年川普落选之后，他可能就料到说，美国有一天可能不是川普，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但是一样是一个相对来讲不可预测的总统，不可预测领导人，所以他们是在准备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大陆他们在每个地方不停的有攻有守，但是相关对于欧盟，其实欧盟现在是遇到一个很尴尬的状况，因为欧盟我们知道他们是个联盟，德国、俄国、英国，他们德国、法国、英国他们联盟起来，但他们不是每一个都是那么的团结，他们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那面对像
是美国这么强劲的谈判对手，甚至可以讲不讲武德的谈判对手的时候，他们就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一心来对抗美国？因为美国现在川普最擅长就是说以大吃小，1对1的以大吃小，用这种情况之下去应付欧盟任何一个国家，对他们都是辛苦的。而刚刚有谈到人民币，我刚查了一下，人民币目前是所谓 SDR， 就所谓的特别提款权上面第3大的货币，但是它窜得很快。想象一下，20年前或25年前，人民币在这个货币里面还不是算是最主要。我们知道它很有潜能，我们知道它很有潜力，但是在短短的25年之间，从在马克日币后面很后面的地方一路窜到说全世界第3大，那这就代表说人民币的潜力。而老实说，人民币会崛起，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美币基本上美元是因为美债还有其他美国像是遇到像这样子民主独裁式的领导人，自然而然他们的政策如果不稳定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就不稳定。而且美债说真的太多了，已经大到说全世界要帮他买单的时候，自然美元的吸引力就会下降。而其实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 DeepSeek， 我不太认为说现在控制美国的晶片管制，现在控制得住，但是未来就还能继续控制所谓 DeepSeek 跟 AI， 因为其实黄仁勋上次也讲得很明白嘛，在黄仁勋说，基本上所有目前在做 AI 的科学家，80%以上都是华裔。请注意，华裔不只是台湾，不只是中国大陆，也有美国华人也是华裔，变成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状况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AI 的发展，条条大路通罗马。美国会发展 AI， 他们有最先进的 chips， 有最先进的晶片，也有比较多的经费去支援，但是不代表说中国大陆就不能找出自己的一片天。尤其说中国大陆当初黄仁勋也特地讲说，我们放弃中国大陆市场，就等于放弃50%的全球市场。所以在这种趋势之下，我会认为说，再去做晶片管制，在短期可能有效，但长期来讲，我不太认为说可以去挡得住大陆的 AI 发展。玉敏。我觉得这个白宫发言人他说，7月的这个关税期限并不要紧哦，这显然是已经在帮川普铺一个下台阶了。大家都记得这个3个月之前4月份这个白宫哇这么轰动全世界这一场这个记者会哦，全球的股市因为川普的一席话要提高各国关税，啪这个应声下跌哦。然后呢，3个月过去了，请问川普他有什么在关税上实质的进展吗？除了跟英国达成真正的协议之外，其他比较指标性的国家通通都没有，所以整个就是雷声大雨点小。那现在川普要开始转弯了，所以他个人呢又要开始带风向。他说：“我们跟中国大陆达成协议，马上这个他们官方很辛苦，又要出来说，没有，只是个框架，没有达成协议啊，哪来的协议？跟日本汽车的部分，汽车关税。”连日本也谈不定，以美日的关系，日本这一次他们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一寸都不让。欧盟也是一样啊，美国跟欧盟已经谈了几轮了，没有办法，因为欧盟它的底线也踩得非常清楚。那我要讲的是台湾呢，台湾在这一次的关税当中，我觉得我们其实真的是软弱无比好像什么都可以无条件的奉送上去。前一阵子大家看到这个潘孟安跑到那个阿拉斯加。就说我们要买很多的这个天然气然后现在你看我们的新台币，很多的这一些出口商真的叫苦连天，我们这些传产，它真的是暴力升值，让大家血流成河那请问我们的总统在做什么？我们的央行在睡觉吗？我们的央行本来就可以主升，也有非常多的工具跟手段，你有在做吗？没有嘛。所以大家都解读成说你就是跟美国示好啊，因为川普老早就讲了，他要这个各国的这个币值你都要给我升值。哇，我们新台币升得可快了，从33块现在暴力升值到今天已经看到28了。真的很可怕，你这么短时间，你升值的幅度高达12%，你让这些出口商怎么活啊？所以在这一场的关税战当中，坦白讲，我们看到各国的因应方式，我觉得还是要有底线，要有原则，而且敢去谈判，这个才是有底气嘛。但是我看到这个现在民进党政府真的看到了美国，他就只会臣服，然后投降，然后毫无底线，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握住。那我最担心的是说，如果你现在奉送这么多，等到川普回过头又说你的关税可能是25%，
哇，那我们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你其他又没有守住，然后最后他如果一句话，你要照单全收吗？所以我觉得台湾政府这个民进党啊，真的好好看看人家日本是怎么做的，好不好？新加坡怎么做的？他们国家也没有到很大。但是人家都懂得守住底线跟原则，捍卫我们的企业应该有的权益。因为你抱美国大腿啊，美国还没有给你科关税，你就自己赶快先弃甲一兵啊！我这个升我的职，你升10%等于关税加你10%嘛，是啊，等于是这个样子嘛哈。所以那个出口商啊、工具商啊等等，我们会讲蛮惨的。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寿险。